这只黄色耗子起初无人问津，但却在30年后以2880亿美元的营收登顶全球 IP 吸金榜。这个 IP 每一座销量都是千万级别，但玩家总说它不思进取，这就是精灵宝可梦。1996年2月27日，日本 Game Boy 掌机上悄然上线了2款像素风游戏，宝可梦红和宝可梦绿。彼时没人能料到，这个源于田尻智童年时期捉虫记的电子收集游戏，在30年后成为了跨时代的文化符号。现在人们提起宝可梦爆火的原因，都会说是收集、养成、交换的铁三角玩法。但是宝可梦刚出的时候，可以算得上是天崩开局。且不说在早期，宝可梦这个游戏差点项目都没了，哪怕后面游戏正式发售，也遭到了多方面的打击。任天堂的战略失误被索尼挤占了更大的市场份额，加上 Game Boy 本身就已经是发售很久的掌机，大家更多的精力都在关注后续的新机，再附上当时宝可梦意义不明的广告，天时地利人和那是一个没占到。上市初期根本无人在意，前几周的出货量只有20万套，放到现在宝可梦身上首周保底100万级的销量，根本想都不敢想。正当所有人都觉得宝可梦完蛋了的时候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，梦幻来拯救宝可梦了。有玩家发现通过 bug 可以抓到一只不在图鉴的155里面的宝可梦。当时的网络并不发达，梦幻也逐渐成为了小学生之间口耳相传的都市传说。TF 顺水推舟，开始向玩家赠送宝可梦的活动。在这个热度的档口，宝可梦蓝发售了。本身来说，蓝对于红绿并没有太多变化，就是修了修 bug 啥的。但是蓝是限量的，是一本在漫画杂志中以抽签的方式限量发售的。人类是这样的，看到限量2个字，高低都要抢一个尝尝咸淡。你就还在梦幻事件的热潮中的宝可梦，又被推向了更高的位置，连续数周销量登顶。那你一个 Game Boy 游戏的大卖，看得最清楚的肯定就是任天堂。任天堂当即拉上宝可梦开始赚钱，拿着宝可梦当一个 IP 去运营，这也是我们现在能在各个领域都看到宝可梦的源头。1997年，宝可梦动画首播。皮卡丘取代原定的主角喷火龙，以萌系形象再次破圈。小智和皮卡丘的故事也是一拍就是20多年，借此热潮，宝可梦也顺水推舟，在1998年推出了宝可梦黄。主角在这里获得的初始宝可梦不再是杰尼龟、小火龙、妙蛙种子这些御三家，而是皮卡丘。这一座相较于红绿蓝的不同，那必须是跟随系统，皮卡丘会一直跟着玩家，当你转身和皮卡丘对话，还能有特殊的互动，这是现在的宝可梦也一直在使用的功能。而之所以说宝可梦被当成一个 IP 运营，那是因为同样在1998年，宝可梦的集幻石卡牌 PTCG 上线了。这个有多火，不必我多说。当年 PTCG 简中刚刚发售，那可以说是万人空巷。我家附近凭空多出来了几家卡店。而同样是1998年，超梦的逆袭登上大荧幕，从此一块涵盖了游戏、动画、电影、漫画、衍生品售卖的商业版图正式确定。随后的每一座游戏都会相较于上一座有更多的优化。第20代的经营，BB第1代新增了昼夜系统，伊布也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太阳月亮的形态。孵蛋机制的引入，给了游戏更深的培养深度，成为了系列口碑巅峰。第3世代的红蓝绿宝石引入了宝可梦的特性，使得对战和配对更有深度。第4世代的珍珠钻石开启了宝可梦的3D 时代，同时对宝可梦的招式做了物理和特殊的分类。第5世代的黑白是一场全新的尝试，玩家在一周目时遇到的几乎都是新的宝可梦，图鉴编号从499号的比克提尼直接来到了649号的盖诺赛克特。第6世代的 XY 简直就是所有玩家都在追魂的宝可梦。Mega 进化的机制让很多经典的宝可梦焕发新生。当我说起 Mega， 你一定会觉得这个时候宝可梦已经火得没边了，每个人都在说 Mega 谁谁谁帅爆了。而此时才2013年，当时间走到2014年，红蓝宝石复刻发售，原始回归固拉多，原始回归盖欧卡，超高的颜值，夸张的强度，很多人的第一座宝可梦基本上都是盗版的绿宝石。这一次复刻像是对原本就沸腾的水里丢进去了一大块金属镁，更爆炸。而截止这个时间，宝可梦的动画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00亿美元，衍生品也是出一款卖爆一款。万人空巷这个词用在宝可梦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问题，但是2016年是特别的万人空巷。宝可梦将手伸向了智能手机平台， AR 手游 Pokémon Go 上线仅3天，下载量就突破了1亿大关。在现实中捕捉宝可梦不再是幻想，彼时的宝可梦 Go 是真正的现象级作品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相关的游戏新闻，无论是孔雀开屏推自行车抓宝可梦的老大爷，还是大老板多比小额支出被银行打电话的段子，还有沿海城市有时候可以玩上宝可梦 Go 的炫耀，天天都有络绎不绝还不同的新闻。同一年，中国玩家在宝可梦上取得了重大突破，有众多玩家发起联合请愿，成功的让宝可梦首次拥有了官方中文。也正是这个时候，宝可梦拥有了宝可梦这个正式译名，口袋妖怪、宠物小精灵、神奇宝贝彻底成为了过去。从宝可梦日月开始，宝可梦正式拥有了官方的中文翻译。2019年，宝可梦剑盾发售，正是这个时候开始，大家进入了骂完记得买的时代。NS 机能过去对比有了很大的进步，但是宝可梦的技术力并没有跟上这个进步。
也让宝可梦玩家怨声载道。但战报会骗人，战线可不会。宝可梦剑盾的销量依旧是千万级别的顶尖选手，而珍珠钻石的复刻那是真的被骂惨了。你能在这个时代看到这么烂的 3D 模型，是僵尸一样的优化，但它还是卖爆了。但2022年1月，阿尔宙斯的发售让大伙的心稍微回暖了一些。不错的箱庭设计，能和宝可梦肉搏的战斗玩法，每个玩家都是超级喜催人。2022年11月，宝可梦朱紫发售，卖点很明确，无缝开放的大世界，玩家可以自由挑战道馆、传说和校外组织。但这个锯齿，这个糊成一坨的建模，很难让人不骂呀。不过当 NS2 发售，一切的误会都解除了，受限于 NS1 的机能，朱紫里宝可梦的外观细节都被模糊没了。你在 NS2 上能观察到非常细节的美纳斯的鳞片闪光，有毛的宝可梦做的也毛茸茸的。你会发现每一座宝可梦都有自己的进步，但又有各种各样很明显的毛病，只能说是在进步的吧。截止2025年，系列游戏累计销量 4.8 亿套，位列世界第2热销游戏 IP。M Freak 通过多平台运营联名合作，持续坐稳全球最赚钱 IP 的宝座。有统计组织更是估算出宝可梦至今累计营收高达2880亿美元。30年来，宝可梦始终坚守的是收集的快乐加伙伴的羁绊为核心，从 Game Boy 的联机线到 Switch 的全球对战，从像素点到开放世界，迭代中依旧保留着初心。如今就连我妈都认识皮卡丘，全球玩家仍然为集齐图鉴捕捉闪光而热血沸腾。这不仅是 IP 的成功，这是场跨越时代的童年延续。而今年正好是宝可梦的第30周年，不用多想，第10世代肯定会在今年发售，届时又能来一句把玩记得买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看到这儿了，给我点个赞，点个推荐呗。我是凯基，今天我们当回宝可梦凯子。